受不了要弃剧了。承欢记越看越离谱，编剧该考虑换行了。近期备受瞩目的热门剧《承欢记》，由实力派女星杨紫担纲主演，的确吸引了众多剧迷的目光。这部作品以女性成长为主题，围绕主角麦承欢的人生轨迹展开。然而，尽管宣传语华丽，但角色塑造的细腻度却饱受争议，不少观众在寥寥数集后便选择了离开。让我们深入剖析一下《承欢记》中麦承欢这一角色的复杂描绘。剧集一开始就将观众带入了麦承欢充满挑战的生活情境，他面临着一位急于促成婚姻的母亲的高压，以及一个善于撒谎的前男友的背叛。这些元素看似是国产剧中常见的套路，但却在麦承欢的故事中显得过于生硬和单一。令人唏嘘的是，麦承欢在短短时间内承受了巨大的情感打击，被一个富二代男友欺骗了整整3年。他选择宽容，男友在关键时刻搅局，让他精心策划的工作计划瞬间崩塌。他依然选择原谅。男友的父母凭借权势对他父母出言不逊，他依然保持着沉默的忍耐。这样的剧情设计仿佛在暗示，只要有钱，一切错误都可以被轻易忽视，而麦承欢的坚韧与包容似乎成了牺牲品。然而，剧情并非全然负面，麦承欢的前男友也并非一无是处。在一次商业谈判的关键时刻，正是男友家族背景的影响力，使他们能给出更优惠的价格，为麦承欢的事业打开了一扇门。这看似微小的助力，却揭示了权力与利益在现实生活中的微妙作用。总的来说，《承欢记》中的麦承欢形象并非单一的受害者或圣母，她的成长之路充满了矛盾与挣扎，让人深思。然而，角色刻画的粗糙与剧情处理的失衡，也让部分观众对这部剧的质量产生了质疑。原本大家期待着女主角能凭借自己的专业能力和独立精神在商业合作中大放异彩，但事实却是，她的身影在关键环节几乎消失不见，仿佛只是个旁观者。合作的策划过程中，她的存在感微弱的如同烛火中的微光，所有的决策和行动似乎都源自于她的男友，让人不禁为她的职业形象捏了一把汗。然而，我们也不能忽视，女主角并非全然依赖他人。当酒店即将举办520主题活动时，她并没有坐等指示，而是深夜挑灯夜战，仔细研读手中的市场调查报告，洞察年轻人与中老年群体的消费差异。这份看似不起眼的举动，实际上体现了她的细心和对工作的敬业。会议当天，当同事们提出常规的爱就在身边提案，被男主角毫不留情地批评时，女主角并未选择随波逐流，而是拿出了一份出人意料的方案，倡导与父母共度520。这个看似不切实际的建议，背后是她对社会现象的独特见解和对亲情价值的深度思考。当然，这样的创新引发了质疑，观众们或许也在心中打了个问号。然而，面对质疑，女主角并未退缩，她用坚定的眼神反驳道：“您的国际视野或许让我们忽略了国内婚恋文化的变化。”她的言辞犀利，又不失女性的智慧，成功的让男主角陷入了反思。这次事件虽然没有直接提升女主角在业务上的主导地位，但却展示了她在关键时刻的独立思考和策略调整能力。这样的转变无疑为她的职业形象增添了更多色彩，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更加立体、有深度的女主角形象。在国内的现实环境中，父母们往往倾向于孩子们节省开支，情人节这样的浪漫节日，能让孩子出门庆祝的还真不多见。女主角的举动可谓别具一格，她像是在财务上玩起了大胆的策略，试图从那些节俭了一生的长辈手中争取到些许预算。男主角的质疑无疑戳中了许多观众的心弦，你是不是还没有经济自立？
还是说你的心理成熟度还未达到成年人的标准？这番犀利的提问让人不得不深思。然而，我们可以推测，女主角提出看似不合逻辑的方案，可能源自于她角色设定中的听话形象，一个典型的乖乖女。编剧借此巧妙地塑造了她的孝顺形象，这无疑是剧情的一大亮点。令人不解的是，当提到整个团队都需要提交提案时，为何只有女主和另一位竞争者的作品被提及？会议室里的气氛似乎暗示了有更多的人参与讨论，但结果却只剩2人对决。这反映出编剧对剧情推进的处理相当粗线条，仿佛只是为了确保女主角的胜利，连过程都懒得深入描绘。至于方案的最终选择，原本男主声称将通过公开投票决定，可他却突然改变主意，自行决定了女主角的方案。这不仅让之前的承诺显得空洞，也让男主的形象在一次次反转中显得有些尴尬，仿佛在不断的自打嘴巴。当那备受期待的活动拉开序幕，人们满怀期待，却惊讶地发现，整场活动不过是一场精心布置的自助盛宴，一个供人留念的创意照片墙，以及一场看似热闹实则略显敷衍的抽奖环节。这无疑是对女主角独出心裁构思的讽刺。她的策划手法简单直接，却又不失其独特的个性。当女主角的父母作为尊贵的嘉宾出席时，她甚至特意为他们准备了一个编号为66的抽奖号码，满怀信心地宣称这个号码一定会带来好运。这一举动显然过于刻意，与她平日里倡导的淡泊名利的价值观显得格格不入。而男主角在活动高潮时突如其来的求婚举动，尽管打乱了原有的节奏，却意外地为这场沉闷的聚会注入了一丝戏剧性的火花。围观人群的热烈反响，似乎都在暗示，这是整场活动唯一的亮点，让人们对女主角的安排产生了新的看法。然而，求婚失败后，女主角的父母带着失落的男友匆匆离去，若非如此，他们可能还要面临更多尴尬。最令人瞠目结舌的是，活动的压轴大奖豪华总统套房一晚，竟被女主大方地赠予了自己的父母。这不仅体现了她对家庭的深情厚谊，也让人为她的决策捏一把汗。如果她的父母没有提前离开，那么女主如何解释自己将大奖送给亲人的行为？又如何面对同事疑惑不解的眼神和领导可能的质疑？这反映出编剧在处理女主角职场角色时的不足，使得观众无法深入感受到她作为一个职场女性的实力和智慧。这无疑为后续剧情的发展设置了障碍。当奶奶在分配遗产时，她深思熟虑地告诉麦承欢：“你的才华我清楚，只是需要一个机会来证明自己。”这就是为什么他选择了将兴安里酒店作为承欢的挑战。然而，由于剧情的铺垫不够充分，观众对麦承欢的能力产生了质疑。他们认为他不足以胜任大酒店的管理工作，特别是面对他那位常常闯祸的母亲。最新一集里，得知承欢接手兴安里酒店的消息，刘婉玉女士仿佛闻到了权力的味道，迫不及待地介入，对厨师长毫不留情地发表他的见解。观众对这位妈妈的行为感到厌烦，甚至开始预测她接下来会如何闹出更大的动静。尽管杨紫的演技备受认可，但在这样的角色设定下，她扮演的麦承欢就像一片无依无靠的浮萍，难以找到稳固的立足之地。在当今众多聚焦女性成长的作品中，《承欢记》与同时期的《西花纸》形成了鲜明对比。《西花纸》虽然背景设在古代，但它同样讲述了一个女性独立奋斗的故事，主角花纸决心挣脱束缚。这部剧显然有着宏大的愿景，不仅关注主角的成长，还试图深入描绘花家后宅女性的生活。然而，作者试图从个体扩展到群体的女性独立描绘，却显得过于浅尝辄止。作为剧中落魄贵族之女，花纸想要创业，
其实拥有丰富的资源可以利用，比如家中那10几个丫鬟就成了他潜在的得力助手，提供了稳定的劳动力支持。但惜花纸在展现这种转变时，似乎忽略了如何深入挖掘人物内心和冲突，让这些资源的运用显得过于简单直接。在《承欢记》这部剧中，我们不得不提那个拥有非凡厨艺的女主角花纸身边的得力助手福东。她的烹饪技艺精湛无比，简直是花家餐饮业的灵魂人物。可以说，如果没有福东那双巧手和独特的烹饪智慧，花家的美食帝国恐怕难以如此繁荣昌盛。他的贡献就像基石一般稳固，为花纸的商业帝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至于花纸的起步资金，那可是一笔不简单的财富。他四叔早年间精心酿制的18坛女儿红，这笔珍贵的遗产不仅开启了他的创业之旅，也见证了家族对他的厚望与支持。尽管表面上看，花纸是独立自主的创业者，但实际上，他在整个商业运作中扮演的是战略决策者的角色。他的智慧和领导力在幕后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然而，令人欣慰的是，花纸并没有单纯依赖男主角的力量来推动事业的发展，这在当今许多女性题材剧中实属难得。这种独立自主的精神，使得她的形象更加丰满，更具说服力。但这并不意味着女性在职场中的表现就只有轻描淡写，只是现实往往需要更多的深度挖掘。承欢记接下来的剧情即将告别那些俗套的剧情走向，开始一段甜蜜动人的爱情故事。对于这样的转变，观众们是否还会一如既往的关注呢？这无疑是一次新的期待，也是一次对编剧们如何塑造真实、多元女性角色的考验。让我们共同期待这部剧能否为我们带来更多惊喜和感动。